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比较特别，是为了庆祝5万订阅达成的一个特别节目 Q&A 环节。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直入正题，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您用的拍摄设备都是哪些？我用的非常简单，就是索尼的 ZV-E10半画幅相机，加上一个国产的 0.95 大光圈的镜头。我其实有自动对焦的镜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偏爱这样一个手动对焦的国产镜头，可能是因为刚刚好，它这个画面大小各方面都是最适合我这间书房的设置，所以如果有时候对焦不太好，请大家见谅啊。第二个问题，恭喜艾森快破5万订阅，一路坚持真的不容易。期待您的这个 Q&A 大放送。我想知道的是，你在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加油，我们都支持你。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我个人其实在整个视频制作的环节当中比较不喜欢的就是剪辑视频。我并不是说不擅长，而是纯粹是不喜欢，因为要做好这个过程，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组织来整理这些 B-roll，要来绣花。那如果跟王菊的那些非常专业的视频来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艾森的这个视频在视觉呈现等等方面，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再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这个，但是不代表我对于这一方面没有什么要求，而是因为个人的时间跟精力实在是有限，我必须要有所取舍。我觉得呢，我自己的分析判断思考的框架跟洞察力其实都是在线的，也是我的视频价值最大的部分。那或许将来等到这个频道做起来以后，收入的状况可持续之后，我会考虑把这个价值相对较小的这部分，就是视频剪辑的工作外包出去。而且说实话，还有一点比较痛苦的就是我目前在用的这台电脑导出视频花的时间特别多，每一次我都是要等到在沙发上睡着了，有时候后半夜能够醒过来，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搞得我的整个睡眠乱七八糟的，还特别耽误事儿，所以这个真的很要命，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比较痛苦的一个体验啊。下一条，艾森的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啊，可是我关注他既然找过王菊，我都忘了是什么原因了。其实我这个普通话发音的问题一直算是一个痛点，这个让很多朋友可能在观看我的视频的时候比较痛苦，我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哈。我知道我自己的口音有一点点混搭啊，比如说南方的口音，我又能够说流利的粤语，所以南方口音混杂着广东话的讲话的一些习惯，但与此同时呢，还能够用法语来装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虽然是个弱点，但或许让我的频道更有辨识度也不一定哦。我非常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去长春啊，从机场到酒店，一路上出租车司机各种段子都不断。其实明明是一些非常平常的一个事儿，但是从东北人的嘴里面演绎出来，总是能够把我给笑喷了。所以你看，你不得不承认，在短视频的年代，上帝他就是额外偏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他们不单是在发音上有优势，而且还自带幽默细菌。所以作为南方人，我是羡慕不来。但平心而论，你愿意忍受我的口音，愿意忍受我这个发音不标准，还要选择观看我的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肯定也是因为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嘛。所以请大家把我这个半咸不淡的包冬瓜当作是艾森的个人特色好了，可以尽管嘲笑，尽管吐槽，我没所谓，但是我会确保每一期视频都有简体的、繁体的中文以及英文的字幕，而且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我的这个字幕通常都不会镶嵌在视频文件里面，大家要记得自己在手动打开右下角的这个字幕的设置来观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提问，要把封面的这个精神小伙子给换掉。我知道很多朋友吐槽我这个视频的封面设计太 low 了，从审美上来看的确不算友好。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模板，是因为这个设计啊，你看它左边方便写一些标题跟文本的东西，右边可以放照片，刚刚好两者可以兼顾。我当然知道一张有冲击力的这个图片会非常有说服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也发现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光靠图片其实不太能够表达清楚，需要靠文字才能够
让人家知道你这个视频到底要表达啥。而且最关键的是，一个视频的封面到底好不好，我主要看2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看点击率，第二个就是看能不能让大家一眼就能够认出来这个是艾森的作品。而比较一下王菊的视频封面，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红黄色的边框条加上王菊拍案的字样，是能够让它的这个视频封面脱颖而出的。而我相信这个效果，我的封面设计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达得到。更何况如果看后台数据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爆款视频的点击率其实表现并不算很差，那至少说明现有的这个封面设计其实没有给我拖后腿。那当然从审美的观点来看，这个封面设计当然有优化的空间，但我想也会是基于现在的艾森的一些设计的元素增减跟优化。那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有一位了解我、愿意倾听需求的好设计师，而这样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显然不可能期望能够在淘宝上找得到。下一个，您是透过什么样的渠道得到可靠的数据，并且怎么样根据所获得的资源而制作成节目的过程？还有一条就是您做的比较有管大 V 的节目里面涉及到各个 YouTuber 的多维度的定量数据，这是需要什么特定的软件来进行数据采集以及分析的呢？这2个问题比较类似，我合并起来一块儿回答。其实想要研究 YouTuber 的表现，那 Social Blade 这个网站是比较权威的，这里基本上有你所需要的各个不同维度的数据，足够做出有意义的这个分析结果。而至于数据采集，其实见仁见智，您可以非常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爬虫工具来帮您快捷的完成这个过程。下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如何从零学习数据分析。那其实我在视频里面做的那些东西，严格来讲甚至都算不上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数据分析，它更多的是一些非常常见的办公室的一些 Excel 的工作技巧。所以这个事实恰恰说明，很多看起来挺高深的一些数据分析，其实核心的思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跟掌握的。那希望我能够通过我的视频，可以将这样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分享给大家。而至于说 Excel 的使用技巧，我相信您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学得到。OK， 下一条，您住在哪个城市？独立完成作品吗？或者是有工作的团队？我其实现在住在加拿大的 Montreal， 我没有团队啊，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人。OK， 下一条，作为艾森全球粉丝后援会的粉头，想问一下，艾森老师会坚持每日健身吗？我会每一周抽一段时间去跑一个5公里到10公里。我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和大家一块儿完成全球马拉松大满贯，但很可惜在加拿大冬天的时候只能在室内在跑步机上来跑。下一条，我热心老阿姨想帮矜持的女粉丝问个问题：艾森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有没有白月光推上的单身美眉？还有没有机会？我虽然个人不是单身但是还是可以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特别欣赏的女生的类型。我其实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做事情非常认真的、表现靠谱的、很专业的职业女性。当然这个职业女性她不一定非要是 office lady 啊，比如说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开大卡车的女性的 YouTuber， 其实这种类型我也蛮欣赏的。这个偏好我想可能跟我的职场启蒙有一定的关系。当年作为职场小白，我其实是被某一位英国留学回来的香港同事，我叫他 Carrie 姐，手把手带入门的。他的这个举手投足跟言传身教，让我了解了专业这个词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那后来我自己慢慢也随着自己的职业发展变成了职业经理人，所以对于我来说，专业认真永远是最性感的。那如果能够再加上一点 smart 或者是小顽皮，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致命诱惑力的。OK， 下一条我自己分析艾森现在的视频形象之所以吸引观众很可能有这么几点特征：沧桑、冷峻、经理人气质、绝对中立，甚至有点联想到《极速追杀》里面基鲁里维斯的形象，即保持一种绝对的自我掌控，看似不修边幅，但衣装整齐，使得观众认为主播一心扑在节目上，进而脑补出很多幕后的故事。
我翻译一下这位的留言，就是又老又懒，又没有什么个人观点。其实开玩笑的啦，我个人没有什么幽默细胞，经常开玩笑，非常冷，常常会被人家误解。那其实自从开始做自媒体以来，我发现竟然常常会有朋友会关心我的外貌，比如说发型啊、衣着搭配什么的，还经常给我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那说实话，我最开始是有点不太习惯，竟然还会有人关心主播这些东西嘛。那有一次我记得我赶时间，甚至没有洗脸，头发也都翘着，也就这样出镜了。其实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留意，没看出来，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钢铁直男，我真的没有太在意个人形象这个问题。但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已经是习惯了西装嘛，那认真想想看，你面对你的同事或者客户的时候，其实你的形象跟气质本身就是你专业性的一部分。你整个人走出去给大家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关系到你能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那我自己会偏好西装跟风衣这种类型的衣着，我想这个风格也跟我现在所处的这座城市其实还蛮搭的。那以后有机会我会尝试多拍一下目前我身处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日常。 OK， 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八卦的问题，是从口音听不出来您到底是哪里人，以及你以前读的是什么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专业到底是啥，明明感觉是理工男，偏偏那么能写，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艾森作为媒体人的功底深厚，对于您的资历颇感兴趣。那其实我刚刚解释了一下口音的问题，看到我有时候用繁体字，很多人会误以为我是台湾人，其实我是非常正宗的大陆人啊。那至于是哪里人，下一次做 Q&A 我会揭晓这个事儿。我身上呢之所以会混搭香港跟海外华人的气质，可能因为这一直以来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圈子，我现在本人也身处在海外。那我的职业生涯其实可以显著分成3部分，前面的金融业，那随后转入了教育科技的行业，那大部分时间在外企，中间呢因为所在的教育跟媒体的集团收购了国内某一家著名的教育公司，所以我也有机会去接触民企，也因为出售了2家国际著名的媒体我也有机会接触一些媒体方面的东西。那后来我又去了初创公司，那个时候特别享受跟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一起工作的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那总体上而言不谦虚的讲，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是比较丰富阅历甚广这几个字还算可以放在我自己身上。那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个人的财富跟经历，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而我本身的教育背景，我有2个半硕士学位，也基本上跟我的职业生涯有关。那再加上在加拿大的一些本土的经历，让我能够具备超越左右跟党争比较独特的一个观察视角，以及横跨中西文理兼容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自认为本人一个最主要的优点就是经历很多，但心态非常开放。我虽然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是如果一旦戴上思考帽，进入一个分析的状态，对于某些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的时候，我通常不会预设立场，只尊重事实、数据跟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商业分析或者是管理咨询的一个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吧。那我之前曾经发过一些关于认知层级跟思维深度的一个推文，核心观点就是认知在某些阶段的升级，有时候光靠看书或者思考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一个曾经爬过雪山，站在山巅瞭望过的人，他一路的这个 ups and downs， 一路的这个磨练跟见闻，比如说忍受着高原反应的折磨，在狂风暴雨的泥泞的山路上杵着登山杖，望着远处，还在云雾当中的这个终点，然后一脸懵逼的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在被窝里，为什么我要出现在这里。那这样一种傻逼的时刻经历多了以后，能极大的丰富他的思考跟认知。我想很多时候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思维差距的主要来源吧。下一个是恭喜即将突破 50K， 感觉 100K 也不远了，期待您分享一些职业生涯当中的有趣的经历。我记得有一年在东京出差去拜访某个公司的经历非常震撼，让我终身难忘。那
当时刚刚走进公司的前台就开始眼花，这个不是老花镜的眼花，也不是近视眼的眼花，而是目不暇给的眼花，是一整排全亚洲最顶尖的妹子放在你面前，就请问您应该先看哪一位，眼睛应该望哪边才不会不礼貌呢？哦，对了，拜访的这家公司在六本木，他们的名字叫做 DMM.com， 它是日本最大的色集团。那它的创始人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那这里其实也可以留一个彩蛋，我在某一期视频当中，这样一家公司曾经露过面。下一个，艾森是我见过油管在保持质量的同时产量最高的劳模博主了，想知道是怎么样做到的。想要做到这一点，很明显你要熬夜，要爆肝，要能够耐得住这些辛苦。有一位朋友的观察其实非常的敏锐，艾森有几个话题的质量超过了你们10个人的团队，艾森用了大量的 AI 辅助。对啊，这个就是超级个体。那过去几个月关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这个系列视频，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5个密集发布的视频让我这个本来只有5万的小频道能够从油管顶流当中薅到将近110万的流量，而且有更深入的分析。我本人对于这个其实还是蛮自豪的。但是不靠 AI 的话是没有可能从类似王局这样非常专业的团队当中能够虎口夺食的。后面的话我想我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展开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感悟。下一个先说一些好听的，就是节目内容比较扎实理性，深度挖得很透，是我极少几个必看的频道之一。那再说说不足，就是语言比较文学化，修辞长句有点多，使得信息密度不高，但也许这正是你的独特风格。我是一个急性子。我先不着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继续读一下下面这个留言。你的节目文案不谈数据，不谈论据，但就文案来说，我认为是很有文采的。我猜肯定是使用了 AI 来协助的。我也试图用 AI 来写过分析的文案，但是文字表达差很多。我想请教艾森，你是如何做到的？你的文案有多大比例是 AI 写的？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两个留言其实是相互矛盾的。那所以说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习惯了写提纲，然后口头自由发挥的。那这样一种口播的状态其实是比较自然，但是很明显信息密度不够，因为你有很多哼啊这种口头禅。那后来我开始改为使用逐字稿，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逐字稿它的信息密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认为是在用学术的方法，用写论文的方式在做视频。可以不谦虚的说，很多视频的脚本简单修改之后是可以在专业期刊上来发表的，因为逐字稿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是有斟酌过的，背后是有论据支撑，有逻辑推演，它并不是信口开河。而这样一种极高信息密度的表达方式，有些人很喜欢，那有些人很不习惯。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偏好，是因为在频道的早期，我曾经发过几个视频来怼犀利奶爸。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我看他就为了一张屏幕截图，在那儿絮絮叨叨水了一个18分钟的视频。那个时候我其实个人非常鄙夷这种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这样浪费观众的宝贵时间。但也因为这个，我给自己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一度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就是觉得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干货，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我迟迟不愿意做视频。但我想我会尝试尽力在信息密度、口语表达以及情绪的宣泄之间尝试找到某种平衡。请大家给我多一些时间来探索，也要允许我适当在某些时候水几期视频。毕竟你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巅峰状态的输出也不太现实，也不可持续。而关于 AI 的这一部分，我放在下一个问题统一跟大家来作答。OK，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最好奇的是艾森的工作流大概长什么样？你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固定下来的？写一期节目不难，但如何能够做到快速抓题而且高质量的输出？那我想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做视频用不用 AI？ 那我想对于这样一种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一点也不纠结，当然用 AI， 而且 AI 是镶嵌在整个工作流程当中的。那我个人作为 AI 降临派，我始终相信人类最终是需要跟 AI 融为一体才能有出路的，所以需要尽早学会用 AI， 尽早
学会让 AI 来赋能，来 empower 你，让你尽早完成从普通打工人成长升级为超级个体的转变。我当然不能说我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但是我想这个才是你应对将来 AI 必然会带来的大规模失业潮的一个最根本的出路。当然我自己也还在探索，刚才也提到我也会犯错哈，但是我想这个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而至于说到具体的视频的工作流程，应该来说我现在这个阶段距离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状态还差得非常远，但我想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以数据跟 AI 来驱动的全自动的一个 from end to end 的一个流程。比如说它能够自动帮我扫描监控最新的时事热点，能够自动调研收集一些数据跟资料，能够自动撰写视频的脚本，甚至能够自动剪辑视频，然后还可以自动复盘这个视频发布之后的实际表现，最终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就是实现持续改进的正向的循环。那我想在 AI 时代，一个内容创作者跟虚拟人的最大的区别，或者说一个真人的 YouTuber 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这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也很优秀，但也有不完美的地方。那这个 UP 本身就是最核心的创作内容以及 IP， 它的阅历啊、见识啊、观点啊、人格特质是与屏幕前的您建立起有效连接的一个根本，而这个是 AI 不管它多么强大都没办法真正能够替代的。AI 它或许可以创作非常棒的文案或者视频，但这些内容它始终只是载体，它并不是本质。我想我目前的这整套的方法论跟工作流程是有效果的，但也还处在不断的进化迭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原因就在于说你需要学会如何跟 AI 一起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能力能够驾驭 AI。 我们可以把 AI 想象成一位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您能够评判能够指导他的工作吗？如果能，那 AI 就是在为您赋能，那如果不能，恐怕您需要先提升自己，因为 AI 它能够显著的放大您的优点，但它并不能够凭空为您创造一个您本身并不具备的优点。 OK，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祝贺艾森。那如果我的问题被选择的话，我很荣幸。我想问艾森，那作为在中国的普通年轻人，看到中国社会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比如说黑箱、不公正、不守法、搞特权，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我们能够怎样调整心态？我时常看到很多人说，知道了这些又能怎么样呢？我想问问艾森如何回应这句话，您是怎么想的啊？谢谢艾森，很期待听到您的专业的探讨。那我想我自己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小粉红啊，又红又专的那样一种，但工作几年之后，我开始也的确对社会感觉非常失望。您说的这几条我其实都感同身受。那移民加拿大以后呢，那随着对于西方社会的认识跟了解日渐加深，我也意识到其实有些社会问题，例如您提到的这个黑箱啊、不公正啊、不守法、搞特权，在加拿大同样存在，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就拿刚刚发生的这个江油事件跟加拿大自由车队卡车司机抗议事件做个比较，你就会知道自由党政府它不单是在街头暴力镇压，它还非法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来封锁这些司机的银行账户。所以你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有些社会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的都存在。但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告诉您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不是这样。那我想从微观从个体的角度来出发，每个社会都有赖于大家努力来力所能及的推动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知道社会本身存在的阴暗面其实是第一步。而如果想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的话，我会尝试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作为 AI 降临派，我相信未来20年超级人工智能跟技术的起点一定会降临。那一旦跨越这个起点的话，整个人类社会的形态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从好的方面来看，人类如果能够成功的与 AI 共治，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
也或许这些问题将来会变得无足轻重，毕竟可能生存问题才是最急迫的。那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我认为第一步就是保持独立思考，不要被极端的情绪，也不要被网络的这些摇棍来左右。我想我做这个频道核心的初衷就是为所有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提供一个基于事实、数据跟逻辑的一个理性探讨的空间。其次的话，我想您需要更加集中精力来应对 AI 带来的可能会是巨大的机会或者是巨大的挑战。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影响要深远的多得多，冲击要大得多。当然这个也都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跟思考，不一定对。我想听听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下一个留言就是什么时候能开一下直播？那我的电脑其实 OBS 每一次启动都是安全模式，每一次退出的时候总会报错，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播一定会做。那顺便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搞第一期直播的话，做点什么呢？聊点什么好？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啊。下面这几条留言，看好艾森祝愿艾森能够引领油管的简中自媒体永远不要被观点立场跟意识形态绑架，不要反贼也不要粉红，要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你的节目太理性了，质量很高，但就可能是因为理性叙事的原因吧，注定粉丝不会太多。第三个就是油管观众还是低估了您频道的价值，像这种有理性的根据数据的客观的叙述某件事情或者现象的频道，在油管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这5万的粉丝数量是实打实的，它区别于那些听床师进而流于八卦式的为博流量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博主，这个正是该频道值得更多支持跟关注的。那希望质量不要下滑，要实打实的进步，以响观众。那我专门把这几条类似的问题留到最后统一作答。那我想我这个5万的小频道，其实最开始的一波观众就是台湾人。我做油管生态分析也知道什么是流量密码，但是我自问做不到好像某一些油管主那样，真的是昧着良心去特意迎合这些流量。虽然是能够赚很多钱，但是这个我做不到，臣妾实在是做不到。 OK， 那独立客观的频道，我想之所以会特别的艰难，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两边不讨好，两边都会3年。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我之前讲歼10C的这个视频而订阅这个频道，但是他们发现我在蓝海撞船乌龙事件上没有在一味的维护解放军，所以会感到特别失望而退订。或者呢，很多人会因为我当时骂 AK 侮辱台湾人而选择订阅，但是看到我后来又怼巴囧跟赖清德，也会选择退订。那更不用说，其实多数人他们是没有什么分辨是非的能力或者是意愿，更多的人其实是在乎的认同感跟一个情绪的价值。在杨楠楠这件事情上，其实我看到有好几个20万30万的油管大 V， 他们根本就是选择毫无廉耻的去捏造事实，但他们收获了巨大的流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很多人翻墙出来他就是为了看谣言的。所以在这个靠造谣或者是一味吹捧就能够让很多人高潮迭起的这个油管的世界，在摇棍满地走的海外中文互联网上，我相信不愿意同流合污就是舔共，你不被理解是一个常态，我个人其实已经习惯了。在这样一个非黑即白两极分化的舆论场上，我想艾森这个频道的独特价值就是在于说给大家提供对于热点事件的不同维度的切片的分析，跟伴随着更多事实被披露以后不断成长的观点，跟尝试给大家一个最接近事实的判断。那这个是我的频道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价值，我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涨粉的速度虽然慢，我看到不止一次好多粉丝比我还心急，但是好在我自己个人的野心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大。我想偌大一个海外中文的互联网，那总有一片属于我艾森的立锥之地。说到这个地方，我想起来有一次去看冰球比赛，我坐在场馆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我常去的冰球馆那竟然装不下5万人。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看到5万这个抽象的数字刹那间突然变成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一个你可以迎上去 say hello 跟他聊两句的人。那这个 moment
我记忆特别深刻，在那个时候是唯一一次对于有多少个订阅者会特别有感觉到非常自豪的那个时刻。所以我想，哪怕我跟大家彼此素昧平生，哪怕我不能做到每一个留言都认真回复，我是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我寄予的这个厚望跟期待。我相信我的频道要探索的地方，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那我也请大家给我多一些时间跟耐心，伴随我一块儿成长。所以呢，其实借这个视频，我还是想要非常认真的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于爱生的支持跟陪伴。那我们这么不容易才能够找到彼此，才能够非常有缘相聚在这里，我个人一定会好好珍惜。谢谢大家。